OK， 这里是2K 实验室，我是 Sting， 我是 The Griffin。我们进来教传球。在2K 里面，其实传球有很多种奇特的招式，对，你可以去学，而且也算是有一点秘技。那因为我们有太多的 paper 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一集看到最后，你们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对，你们会看到然后说，哦，可以这样子，哦，可以这样子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你的球员图是一定要开起来。因为如果你关掉的话呢，通常预设是它开起来，所以我如果按这个 L1， 我是不知道我现在要传给谁的。所以呢，我这边建议是球员图示这边一定要开起来。那我开起来之后，我按 L1， 你看头上就有那个指示器了，你就会知道确切要传给谁。对，就如果同一个方向有2、3个球员，就像你看右边现在有 Gordon 还有 Christian Brown，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指示器开起来的话，如果同一个方向有很多人，你很难指定你要传给谁。对，如果谁挡住谁的话，你会只会传给左边第一个人。所以这个 R1 很重要，对，要把它开起来。你如果关掉的话，你会不知道你到底在玩。对，你大脚传球，你讲说犄角那边有空档，但你就传给45度角了，你没办法指定你要传给谁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空接的教学。那空接呢，我们通常会选择传球最好的人来控球，然后找最会飞的人来当挡拆的人。所以现在传球最好是 Jokic， 所以我就会选择找 Gordon 来这边挡拆。为什么他是空接最好的人呢？冠他的亚军没有冠军啊，我没有冠军，2届亚军2届，OK。挡到第一波之后呢，我持球者往守 Gordon 的那个人去贴，然后直接往空中按2下三角形。我觉得这空接这个点，就是电脑最吃的点，就是那个人会不会灌篮。如果他灌篮的能力没有很强的话，你就不要用到空接了。就是基本上你们刚刚看画面上面不是有一个绿色在跑吗？如果那个人不会灌篮的话，或者他灌篮属性没有很好的话，他的圈圈就很快或很小，很难灌。而且他就算空档，有可能他就只是接到球，然后用抛的，也不一定会，就很丑。这个，对，一定要有这个东西，你尽量用这个人去做空接。对，不然的话你空接完全没有打到对方的士气，就只是爽而已。这个啦，高空作业啦，高空作业跟个人灌篮大师啊，反正他如果2个都是金的话呢，他就是像 A 的我那 Zion 那种人，他会去压他，对，他会去压人，把人干下去，就跟 Blake Griffin 一样，干篮哥。对。重点是传球那个人尽量有10美分，就传球要好一点的人才能传出那个，不然的话你就看到Gordon跳起来，然后没接到球到另外一边，球出界了。对，所以你就不要用这个人来传球。对。那你就不要用这个人来丢那空中接力。OK， 我在示范，是用龟可以吗？他不会爆传吗 ？OK， 再演示一次金块队最强战术，约基奇弧顶持球，叫威少来挡拆，最好会。冲啊！对，龟也是可以啊，像龟就很厉害。龟在金块队的就是能够传球，然后也可以空接，然后也可以咆哮，然后也可以失误，3个字 MVP。那我们现在来讲手递手，在现实的手递手就是 Sabonis 嘛，站高位嘛，拿着球，然后放在这边挡完之后，他自己还会接上一个挡拆。可是手递手在2K 里面，他就只是安全让他接球而已，他不会有一个挡拆的姿势，不会像 Draymond Green 一直把人家挡掉，对，到移动迷宫之类的。对，要怎么调手递手呢？就是到接球者控制这边，一开始预设的话，应该是接球者知道空档，调整手递手。在所有2K 里面，只有这边可以用手递手。你往 Michael Porter Jr. 这边靠，然后你朝他方向，然后按 B， 他就出来，他绕过你。他会绕过我的头顶去接球，就是你在现实中你打什么3v3、2v 的，他们如果抵赖，就是他们不想要让你接球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让你想要传球的那个对象拿到球，然后就可以作为一个单打。你看他想阻止我 MPJ 来拿球，我如果直接横向传过去给他的话，基本上 Michael Porter Jr. 会被 Jalen McDaniels 抄球，所以如果我想传给他的话，就直接按 B， 他就直接绕过我，跑过去来接球，这是最安全的接球方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玩一些比较好玩的特技技巧。这是我最常用的，就是按2下圈，就是我们双 B， 它会变成一个花式传球。那花式传球，当你传到你的自己球员是空档的时候呢，它的进球率会变高。但是有个缺点是，它很容易做出一些很智障的传球。就例如说，好，我叫这个 Gordon 来挡拆，然后我按2下双 B， 嘿，他就给我
他就会给我那种传递下的球。就是你在看 NBA， 你就想说，干这个人耍帅。对，就是耍帅，就是耍帅的传球。但是当你传到对方有空档的时候，进球几率会变得很高。所以这个建立在呢，那个人会有10美分的情况下，还有这个奇巧智力王，就是你看他上面写说，让高风险创意传球和空中接力更容易成功。创意传球就是双 B， 就是双 B， 俗称的双 B， 烂2下圈。好 ，Mori 他给我一个 Mori 空档，那我按2下，我按2下 B， 你看龟龟在做什么动作？他正常传球是这样哦。好，我切入进去。那个帅，他就有一个很潮的，你看龟龟 MVP， 他就他就给他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羞辱对方的话呢，当我们找到空档，我们就按双 B， 然后找龟龟，切入空档，双 B， 呼呼，有没有看到那地板传球给他砸下去？如果你的徽章有奇巧智力王的话，像什么 Michael Porter Jr. 或是 Jamal Murray 在右边底角外线的话，你双 B 给他的话，其实他的滤框会变大，你会感觉会变大。在2K 里面，假如你 crossover 晃掉，让对面摔倒的话，我自己感觉那个滤窗有变大啦，然后你觉得进球就好爽。所以如果看到那个有空档，然后那个人会传球的话呢，你就丢双 B 就对了，双 B 就对了，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有个剑招小 paper， 这个我常在用，超爱用，因为很好用啊，超好用啊，对啊。这一招叫做挡拆外拉，我们又是自己取名字的。好，那最重要的东西呢，就是把图示引导传球给开起来。那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？你看我叫 Jokic 来挡拆，他头上就切入嘛。一般我们如果不操作的话呢，他一定就是切入守成退嘛，他就是一定进去。那我一定守成退嘛。但是如果对方看到他我用切入，但是我用这一招的话，然后我把他拉过来，你们看到？他就在外面了，他怎么外弹了？他就在外面了，这真的超狗。就假如我们现在打，他坐在我旁边，我现在叫 Randle，他会外线，他现在上面显示切入嘛，往外面切，他勾的一定成退嘛，我要往外拉，他是可以到外弹，外中是3分的，这真的超狗哎。OK， 来教各位，这一招呢，你只要记得，你过来挡的人会外线就好了。然后第一个按切入，然后骗人家，我成退。好，然后冲过去之后按 R1， 选择你要传给人 ，OK， 然后按 R1 之后呢，把Michael Porter 这个距离，然后把它往空档的地方拉，用你的左摇杆，在传球之前呢，把它往右下角拉，往右下角拉。他就去外线了，这真的超狗。好，我再示范一次。好，所以呢，先确保你要来挡的人就是会3分的，然后呢，看对方守什么？切入嘛，无人边挡拆，我成退。挡到之后，外拉 ，Michael Porter Jr. 就一个3分空档，超容易，随便。而且，假如对方没有守切入那个人，电脑看到我在切入篮下的时候，他其实也会成退，他会吃你成退的那个点。但如果这时候往外拉，你看，其实有空档，一瞬间其实是有空档。所以这招学起来，这招超强，就是打现场的时候更强。对啊，为什么他切入篮下一直跑到外线去？他不是切入吗？为什么他可以传球的时候在乱拉人？因为我们在操控没有在拿球的人，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少。这其实是能做的事情，我觉得是最有效用的一个。真的，对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分析球队，分析哪一队呢？有世界最强的那一人，约基奇金块队。如果我们在摆的话呢，我们会怎么玩？第一个呢，就是先发阵容嘛，我们一定是选择防守，但是我们会需要Jamal Murray，虽然他防守没有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会选择把 Watson 那个防守比较好的，你看他防守好，对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 Jamal Murray，而且他是可以飘投又可以上来的，那其实是还蛮好用，对，然后这是我 POA 啦，我会把他上来，然后有一些做穿梭跑位的动作，对，因为他有这个，然后他投篮包是好的，所以2号位板3D 了，对，那这个也是3D，对，在现实中他也会放投，但在2K 里面，你看他3分79。你要速度77，防守稳定80，那就还堪用。我觉得他放替补太可惜了啦。我没有把 Michael Porter Jr. 放到先发，就是因为他的顶人投属性在2K 里面没有很强。对，而且防守太破，真的太破。他因为腰部受伤嘛，所以没有弯下腰。不是，2K 里面他防守破呢，就是当有人切入的时候，他直接让开。他直接把防守人就直接忽略，你知道吗？忽略，防守稳定40，然后协防智商61，哎，208，他应该是中锋 AD 也208。我想说他应该守得住篮下吧，然后就过了。我们之前玩的时候，他玩金块队，他有一段时间说算了，Michael Porter就是大中锋，打烂。因为他就说208嘛，打中锋208，然后主攻好像52，好像还可以，内线跑60，下替补，反正下一季也不会在了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我的 POA， 顶级 POA， 他无敌，他很强他可以打小球中锋，他假球中锋，他真的打小中锋。你看203可以打小球中锋，208不行，到底太小。
弹跳大师太强，你可以用它进攻，然后他又可以当底角射手，然后又可以控球，对，然后你就用它控，然后就切进去灌，然后又隔扣，然后灌得上又亚军，哇靠，2届，你看三分球，三分球8-9啦，8-9，他真的给了 respect，因为他在季后赛的时候三分球也会准。我先发摆就是他一定要在场上嘛，所以这3个就等于说是防守怪，然后他就是我们需要的控球，然后又可以就是防守没有说很好，他可以顶低位，可是他的外线太容易被过，真的，而且太慢。然后我觉得2K 没有给他尊重，我觉得他做不好，他的模板在2K 里面太小了，然后力量和他的吨位在2K 的属性太容易被守住，因为他现实中他是顶得住 AD 的，就是 AD 会在那边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他就直接用他的体重还有身形，那个直接把你卡到，然后直接在外面投。2K 我做不出来，2K 没有做出来，2K 他低位顶不了很多人，而且他10美分奇巧智力王这么强，但是在现实中你背后看不到人嘛，但2K 你场上的空档你一定看得出来，所以他有些什么篮球智商啊，在2K 体现不出来，在2K 的篮球智商就是你的智商，对，就是你游完人的，你游完智商，你有 catch， 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，你不知道哪边有空档的话。没有用，你也用不出来，但是用他控球算最顶的，他打控球都秃头传，威胁都有。你金块队想要打好，就让他打控球。好，那先发5人就是这样摆了。先发5虎。替补呢，其实可用之兵很多，那一定是他嘛。你只要上他，你就想着你要摆5万。对，因为他没有外，他其实有，但是他的那个投篮包真的太烂了。4个字，僵尸跳投。对，僵尸。2K 这就给他 respect， 因为我们都称他僵尸跳投，他就是僵尸跳投，他就是盯着，他就是嘿。啊，还可以啊，他 energy 盖，他上来冲个10分。好的，他很爱打乱战，他就是小型字母哥，乱冲。你就是用他一直进去上篮了，所以替补控就是他了。我倾向找速度快的，你要拉5外，你就不能速度太慢，那而且龟就要跑起来嘛。所以你看萨局63，那我可能泰森上来这样摆吧，3分球，就是我不管其他属性了，对，我也不管他防守了，每个都跟 Michael Porter Jr. 一样 ，CEC 加 CEC， 反正你就不要期望他是守护人。所以你看我这个身高就是203、208、206。就摆身高了，然后他每波狂找 Michael Porter 过来挡，一直冲 ，Michael Porter 外拉呢，就一直冲进去，一直冲，脑冲龟，冲起来，对，然后他就这样2号位嘛，然后在这个我刚刚分析过了嘛，就是只能去替补嘛，拿那么多钱然后去替补啊，所以你就要找2个比他进攻好的互相挡拆啊，就只能找他要么外拉顶人头，要么进去不要进去。然后 Nagy 呢，我会选他是因为他算是金块队的奇效，在上一代的时候，他其实会拉到先发去，因为 Michael Porter 会下来嘛。对，你看连上一代他都会下来，他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手长脚长速度快的3分。对，你看主攻87，然后内线72还可以，然后这个也是我刚找出来的，你看3分球 B 减，然后 B 加，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看用，至少拉5外嘛，可以73啊，然后66啊，然后有个可能会被强暴吧。你对面替补中国是谁 ？Not Reed。那有点没救，那有点没救，就是替补会有online，对，会被弄了。那如果 Reed 上来呢？内线爆破太夸张的话呢？他只能用他的爱将 ，DNG Jordan， 不是他之前你又讲什么？全明星中锋 DJ 啊，哦，西部第一中锋，你看一下啦，最佳防守阵容第1队啊 ，NBA 最佳阵容第1队，2016年，跟他好用啊，还可以了。你不要用他进攻，你就不要用他进攻就对了。他就是拿球，就是在空档的时候灌个篮，让他站 Dunk Spot。时代的眼泪，他巅峰的时候很强的，这是巅峰的时候。他现在就是可爱，现在太高档，就是吉祥物。不然你大家看，我玩狗贝的控球，可是我觉得他手狗贝还行，但是进攻就一起死了。我觉得进攻最好守得了我空手分，干烂死。你看手狗贝还可以吧？来，再顶他，要顶肉柱，你以为哦？顶肉柱最好守不住，好算了。这都错不错，下不下去。阿肥休息好，阿肥休息好，找阿肥去亲阿肥啊。OK， 那这集就是我们的传球教学，还有金块队的分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想要看我们讲哪个球队的话呢，请记得到下面留言，我们会看哪一个球队的按赞最多，我们就会先讲哪一队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